Hello，大家好，我是悟星啊。那我们的模组包更新啦，目前更新到是 1.0.4 版本啊。那主要是针对几个模组做微调。首先是我们的盖亚模组啊，我把这个生怪几率通通都调低了一半。那特定几个生物的话，再进一步调低。那同时，我们也针对这些盖亚生物，我稍微修改一下这个悬赏告示牌的这个悬赏任务跟奖励啊，就是你可以去击杀特定的盖亚生物，然后就可以拿到一些抽奖箱，就有几率可以拿到这个 Dungeon Chest 啊、Jungle Chest 跟 Desert Chest。那里面的话呢，就像你在地底下开到那些宝箱的奖励一样。那我自己实测过，它开到的东西不会说很 OP 啦，而且它算是蛮吃运气的东西。运气不好，你可能只会开到腐肉；那运气好一点的话，也许会开到一些魔法模组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平衡性应该还算合理啦。再来呢，还有调整一个模组，就是 My Fantasy 啊。那因为我们陆陆续续有些观众发现了一个 bug， 就是啊，我们的龙它正常来讲会自然生成，那你击杀龙有几率会掉一种龙心。但目前版本的话，这个 Dragon Heart 只要它变成掉落物喷出来的话，就会造成游戏的 crash， 会打不开。那所以我目前的解决方法呢，就是完全停止龙的生成，就龙再也不会生了。那这个龙心的话呢，就用配方的方式来合成，所以这个是制定配方，就想办法取得这些 loot bag， 然后把它合成龙心。那这个龙心就是未来我们要做龙锻造会需要的东西。那很不幸的是呢，我们龙锻造，如果你做出完美品质的话，它正常来讲是一个不会损坏的工具，就是我叫它完美不坏的物品。那这些完美不坏物品如果掉在地上，就是丢出来变成掉落物的话，也会造成游戏 crash。所以说，基本上正常来讲是没办法避免它不会掉出来，因为我们这个锻造完的物品都要进行淬火 quench 嘛，那它一定会变成掉落物。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方法呢，我也暂时写了一些配方，就是呢，你可以拿这个没有完美品质的东西去合成，就会变成完美品质的了。然后它还标记是由我Alan6716制造的物品。可是呢，它要特别注意是这个东西你可以拿在手上正常的使用。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把它丢出来，也是会 crash， 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万一如果你真的中招的话呢，你只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用备份地图档回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学着使用 MC Editor。MC Editor 很好用，你可以直接把地图打开，然后删掉那个掉落物，然后存档，你就可以正常的进入游戏了。那因为我这些配方都是我手工一个一个加的，所以工程浩大，所以我目前就只有针对我认为最高等级的金属一个 Not to Mine，它是 My Fantasy 里面那个攻击力最高、强度最高的金属。那要注意是有些工具它会需要木头嘛，那我指定的是这个强化木头。你如果用其他的木头的话是没有办法合成上去的，那合成出来的话也会是强化木头。然后呢，陆续有一些观众也有提到说，这个 My Fantasy 模组的石灰岩就是 Limestone 怎么这么难找啊？是不是被其他模组给替代掉了？那我自己玩的时候也发现，的确地底下几乎都找不到这个 Limestone。不过它模组本身也有讲了，它算是不是那么低层数的矿啊，它是这个至少 Y 要大于48格以上，然后96格以下的地方生成。所以要找的话呢，就找一个很明显是一个山的这个地形，然后呢，它就在半山腰的地方上就会有很多这个 limestone， 就在大概这个地方呀。那我这个地方已经挖了不少 limestone， 就是这边之前全部都是 limestone， 然后差不多 Y83 吧。那我自己是觉得64格以下，就是海平面以下是基本上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就是直接去找一个山区啊，很明显是这个山区地形地方找的话会比较快。那我自己私底下呢做了蛮多事情的，首先呢就是我开始种了一些田啊，就是这边开阔一个独立的田地，跟养动物啦。那就是栅栏盖起来，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装那个 Carry On 模组，你可以直接把动物抱起来。
所以要养动物就变得很简单。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 Super Sound Muffler 啊，这个算是进阶版的静音羊毛吧，因为它可以指定说只有哪些声音会被挡掉，那其他的声音都可以正常的被发出来。然后看起来我们的鸡它还会诞生一个 Rotten Egg， 那这是冰与火龙模组东西啦，我自己不是很熟悉，所以以后再说吧。啊，然后这边也有盖了一些这个算是我们的烤炉。啊，是 My Fantasy 的食物的部分，像这边有一个烤到一半的 curds 啊，这个是凝乳。那我们要给它加热一下的话呢，就需要这个拿煤炭去磨成粉，然后加到这个 forge 里面啊，然后我们再把它点火。那别忘了 forge 会需要穿防火衣，给它点火。好，点火成功，它就会达到180度的温度，就会比正常的煤炭还要低温很多。那这个温度的话，就是刚刚好，适合拿来烘焙。你要烤面包啊，甚至之后烤蛋糕、烤派之类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个 forge 加煤炭粉。哦，烤好了啊，应该说加热好了，这个凝乳就会变成这个 cheese pot。直接拿去分解的话呢，就可以得到这个起司轮 cheese wheel。那这个 cheese wheel 的话呢，就可以应该可以对直接放在这个桌子上。然后这边也做了一大堆的 cheese wheel。然后呢，我们就要去拿这个小刀来切这个 cheese wheel， 切一下，哎呀，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切片的 cheese 然后这个就可以拿来吃。只是可惜它这个它可以堆叠我以为它不能堆叠，但是它可以堆叠，所以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这个 cheese， 那就可以吃 cheese 过火，它补充的饱食度对比莓果还要多一点点啦。然后再来呢，我去把上一集开到这个箱子给搬回来了，可以当做我们的宝藏箱，专门来放一些宝藏的东西。还有我在另外一个坟墓区发现这个上锁的牛奶箱 Milk Crate。那它这个锁的话，虽然看起来像金属锁啦，可是我猜应该是跟等级有关吧，稀有度有关。因为如果你把它直接敲下来的话，它是写 common 就是常见的。然后这个钥匙的话呢，也是从这个箱子拿到的，它也有分 common 跟 uncommon。所以我先试试看这个木头钥匙好了，这样打得开吗？会 Your key broken。所以这个钥匙打不开吗？那我来试试看 Iron Key。那它是要蹲下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好吧，所以它不是uncommon。所以这个箱子的等级跟钥匙的等级又是分开来的。所以这个钥匙是什么等级就要用，就是锁是什么等级就要用什么钥匙我们看看这个什么东西，哇！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丰盛我以为只是一些牛奶，但看起来东西还不错那再来这个就是 My Fantasy 自己的奖励袋，它有这个普通等级的，还有更高等级的。那在普通等级的话呢，打一些特殊的僵尸，就是如果你会看到那种全身重甲的僵尸的话，他们也会掉。所以看看它会开到什么东西。可以开到直接给你 Iron Bar 皮革跟一些其实也是蛮初阶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对，普通版本可以拿到这个经验书，那这个对我们初期来讲是非常有用的就可以快速的提升你的等级啦。那最后一个就是我有装一个模组，就是可以自己合成这个不死图腾啦。所以平常在打怪的时候，有机会掉各式各样的这个图腾的头那因为我知道我们没有什么高科技模组的加持所以我们会很需要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来帮忙。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合成不死图腾，然后这个东西应该是直接放在这个专属栏位就好，不需要拿在手上也有效果。好啦，所以我们上一集呢不是出去冒险嘛，结果吃了大亏，发现根本打不赢一些比较高等级的怪物，甚至还遇到这个帝国原来我们这个转生异世界冒险者就出生在
一个邪恶帝国的阴影之下。哎呀，那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翻这个邪恶帝国，拯救我们的村民于水深火热之间啊！所以呢，我想要来提前发展一个模组来帮助我们玩家，我们这个冒险者，也就是我要聘请这个打手啦。啊，那这个模组的话呢，就叫做 Ancient Warfare 古代战争模组，因为它可以召唤属于自己的 NPC。那这 NPC 可以是这个可以打架的，或者是帮你种田的，或者是帮你做物流品管的，那是功能还蛮多的啦。那我现在想要召唤一个可以帮我打架的 NPC。但是它这个模组的话也有这个研究系统，它也是要经过很多复杂的研究，你才可以解锁一些功能。只不过要玩这个模组之前啊，看来会需要不少的铁锭跟黄金啊。可是我们还没有进入铁器时代呢，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要来先进入一下铁器时代啊。那其实我们 My Fantasy 已经解锁铁锭了。啊，就是等级够之后呢，就研究一些它要求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骑马拿铁矿，然后用 Bloomery 就可以烧出来。那之后的话会有比较进阶的烧铁方式，但是你一开始的话呢，就可以用 Bloomery。毕竟其实铁矿还蛮好找的啦，仔细挖的话，铁挖的量其实会比铜啊、锡啊还要多。所以进入铁器时代，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做一个铁针啊，这才是真正的铁针啊。不过敲这铁针它不需要高等级的 hammer， 我们直接用石头锤子就可以敲出来了。当然你用低等级的锤子，它敲的会比较小力，所以你要敲更多下才会完成。那应该就直接完成了呀。T2 等级的这个铁针啊，那这个之前做的青铜针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拿去拆掉呀。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拆解桌把它拆掉，然后理论上它应该会完全返还啊，只拿到3个好吧。没关系啦，反正青铜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变成用不太到了，之后我们通通都可以改成用铁。那首先的话就是要来做一个锤子嘛，可是它这个铁的工作温度比较高，要超过1200度。那你从这 Bloomery 一敲出来就已经是1200度，所以立刻就会降温。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再给它加热一下。好，然后呢，我有做这个 Bellows， 它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这个 Forge 的温度，你看我只要点个2下，马上就超过2000度了。好，所以我们就再把这个拿去给它加热一下。来 ，Iron Hammer， 哇 ，Superior， 赞！好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青铜锤子爆掉之前做出来了。OK， 铁器时代啊，全套的铁制工具、铁制武器，甚至呢连铁制的装甲我通通都做好啦。啊，完全进入铁器时代了。然后我的装备呢，我也做了一套的，这个是重型装甲啦，啊，就是更高阶的装甲。重型装甲也有2种，那我现在做的是比较轻便型的重型装甲。那即便这样子，它还是比较重啦。我看看，我把它穿上去全套，那这个行走速度的话，会比之前还要再更慢一点点。但我觉得这个速度还算很合理啦，因为如果在网上做更重型的那个超重型装甲，这个话走路速度真的很慢。虽然说它提供的护甲也是最高的啊，不过我这套的话也比之前这个青铜的中型装甲还要再更高一点点了，希望是可以啦。不过我觉得面对一些盖亚的生物可能还是很痛吧，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这个发展这个 Ancient Warfare 模组哦。但是呢，我们只有铁锭嘛，那黄金怎么办啊？我们之前在那个村庄啊，不是有那个任务告示牌吗？所以我发现它算是一个初期很好赚黄金的来源。因为它通常都是一些砂浆、石骷髅头，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比如说纸啊，或者是小麦啊，或者是就是单纯的给它鹅卵石或石头，就可以赚到几颗黄金粒。那么积沙成塔，积少成多，我终于已经有这么多的黄金啊，赞！
然后我们不只发展这个模组，我们甚至也可以来做一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东西啊，那个就是我们的大火把。我们把它插在这边好了啊，因为它的半径32个嘛，所以这边到河岸刚好2个 chunk， 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范围也没有很大，没办法涵盖到村庄。之后我们有更多黄金钻石的话，再做一根，然后把它插在村庄那边这样子。所以剩下的黄金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玩这个模组啦。那最一开始要做的东西有3个，就是这个 Engineer Bench、Research Bench 跟这个 Research Book 啊，这个3个东西是一开始就可以做的。因为你会发现其他的东西啊，它不是普通的配方，它是要用一个 Research Recipe 才能做出来，所以唯一一开始能做就是这3个东西。对，我们的 Research Book 一做出来就会获得一个东西，那这就是这个模组的说明书啊，所以它也是有说明书的，只是它的这个 GUI 有一点跑掉了。那我不晓得这个能不能翻成中文啊，我猜应该是可以。Research Bench 跟这个 Engineering Table 啊，所以这个顾名思义就是用来研究这个模组的桌子。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实际来合成这些道具的桌子啦。那展开研究的话很简单，就是呢，对，你刚刚做这本书，你要先拿在手上点右键，就可以绑定这名玩家，有点像 Thumbcry 对不对？所以任何在这本书上的研究都是绑定我们这名玩家，那所有其他的玩家都要做自己的研究才行。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研究书放在这里面，然后你可以打开，可以看到不同的学士之下会提供什么样的合成道具呀？比如说 Agriculture 种田的话，你就可以获得2个机械方块，或者是什么交易啊，就可以获得一些东西。但是你要获得这个 trade， 比如 trade 好了，这个学士之前，你还要再学到这2个，一个是 fishing， 一个是 command。那 command 的话，还有往前一个 leadership， 领导能力。那领导能力就是跟能力，就是最初的能力啦。所以我们要比如说先研究领导能力的话呢，就点这个 research query。然后目前就只有3个能力可以研究，所以这个是最根本的3个能力。那你要研究的话，就按加过去。好，所以呢，这个研究的方式就是你要放入它需要的这些材料，指定的材料，然后它就会自动的开始进行研究。比如说它需要这个纸啊、火把啊，还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木棍啦，只是因为如果你有装很多其他模组的话，可能会都通用。还有3条这个线，只要你的材料有符合，它就会开始跑这个研究进度条。那除了这个把东西放在这里面之外呢，你也可以指定说用旁边，比如说你放一个箱子，它就会自动拿这个箱子里面的道具进行研究。好，所以我们刚刚研究出 leadership 了，接下来就可以研究 command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其实主要是看你想要先玩什么，比如说我的目标是召唤一个 NPC， 而且是战斗 NPC。那战斗 NPC 的话，它会需要一个东西叫 conscription。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conscription 会需要什么。好，那它这个话前面就只需要 leadership， 可是我们还要同时研究另外一个东西叫 command， 因为有了这个 command， 你才可以做这个指挥棒。那有了指挥棒，你才可以控制你的 NPC 啦，所以这2个研究都会需要。除了 command 之外，还要需要另外一个东西。那你可以都点 suit up 不过这个不是给我穿的，所以呢，好开始研究啦。所以看来要等这个研究结束，它才会其实你也可以从这边先看它需要铁剑金苹果，这就是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黄金。OK， 研究完成了。那研究完成之后呢，你的研究会这个写在这本书里面，那你就要把这本书拿出来，再放到这一个桌子呀，然后你才可以合成你刚刚研究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你刚刚有研究出 command 可以做这个指挥棒了嘛？假设你没有放这个研究书，然后你直接排配方的话，
它不会出现任何东西，你要放入这一本书，它才可以合成。这个它可以支援 JEI 的合成，然后看起来你只要把东西放在这里面，然后就可以快速的合成。是不是还缺一瓶水啊？好，有了 Full Bundle 了，再来合成一把桃木剑啊，然后再加2个黄金，真的需要很多黄金，我们就终于可以来制作这个东西了吧 ？Combat NPC，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拿着它对地板点右键，就可以召唤出属于你的第一个 NPC 啦。